父亲，儿奉命迎亲，业已平安迎回。小侄魏延之奉宋国公之命前来送驾，已安然送到。贤侄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佳儿，你也辛苦了。新娘到，吉时至，请世子爷踢轿门。请夫人下轿。请世子爷再踢轿门。日后君不惧内，妻不示弱，双双恩爱到白头。请夫人下轿。吉时已到，请世子爷先轿帘。幸不辱命。好孩子，你是我们侯府的大恩人。夫人不必如此，大长公主的伤口若2日内不曾发溃，才算逃过这一劫。九娘子，可否在府中多留几日，加以看护？岳某将感激不尽。这本是民女应做之事。哎，来人，把梅园给九娘子收拾出来，一切用度比照郡主的例。是，可以进去看看了。好，快。九娘子，请坐。拜奉沏茶。是。多谢世子殿下相助，如今完璧归赵了。寒月在我手，无非是防身兵器，而你却可以治病救人，给你才是物尽其用。寒月之才冰清玉洁，殿下既慷慨相赠，那民女定不辱寒月之名。那日听闻九娘子提及沈四卿的大理寺校正洗冤录，我便找来他的著作拜读，发现沈四卿断案的确是鞭辟入里，见微知著，实乃一代青天呢。盛名之下无虚实，沈毅大人在地方上为官多年，见识也必有独到之处。沈四卿说，刑狱之事，乃是正清民安之基石，燕某亦深以为然。只可惜，说起刑狱之事，那民女何时可以着手侯府的案子？哦，我已约了霍知府，明日重检。如此甚好，请恕民女还要照看大长公主，改日再向殿下请教。燕某疏忽了，请九娘子自便。主子，你一提沈毅，福陵那丫头脸都吓白了。他们不愿与我多说，可为何会对自己崇敬之人如此讳莫如深？
你这回不但帮霍怀信抓住了魏武，保住了乌纱帽，还助他官升大振。这下他必定后悔当初退了你跟霍宁的婚约。我现在啊，只求尽快检验尸身，其他的都与我无关。霍怀信倒是保全了自身，可我价格还不知何时才能脱罪呢。我不用你让着我。在下并未受伤，只是心绪不宁，确实难敌郡主。小时候一日不落葬，我就想去陪他一日。我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些，我只希望能早日带他回家，让他入土为安。我们岳家何尝不是这么想？还好有小婉儿帮忙，真凶很快就能找出来。真的吗？莫非九娘子懂侦查之术？我只是会一些医术，帮府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。无论如何，魏某都感谢九娘子。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魏某都深感欣慰。告辞。他把与你的输赢分寸拿捏得那么好，实在不像是心绪不宁的人。庶子大都这样，要看人脸色才能活得好些。他能得宋国公器重，也算是有出息的了。可能我做的事需要处处思量，所以不喜欢处处算计的人。难怪祖母说你活得太累心，那是因为人心叵测。我价格太冤枉了。宋国公府宋亲的侍卫和侍从有近100人，还有丫鬟婆子围着喜轿，怎么会连那么大一个活人死在里面都不知道？我价格不过是去接个亲，就被栽赃在头上了。可是他连那个宋柔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你说，那个没头的真是宋柔吗？不管他是谁，只有尸身才能告诉我真相。舒服啊！这2天啊，准备好一些上好的礼品，挑个好日子去一趟秦府，把宁儿啊和九娘子的婚事定下来。不行，我好不容易去退了婚，宁儿绝对不能娶那扫把星。去，出去！妇人之见，那丫头可不是一般人，就凭她的本事，保准能让我们霍家兴旺发达。咱们门楣兴旺的日子在后边呢。真的吗？信我的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娘子，今天可把我紧张坏了，直到大长公主醒了，我才松口气。你怎么一点也不担心啊？无端的担心只会让人心乱。我只有救下大长公主，让侯府欠我这个人情，我们才有机会依计划行事。这个险必须得行。幸好这侯府上下都是顶好的人，否则咱们哪有好日子过呀？新娘怎么会被砍了头？
去。海峰，你们几个带老夫人回去休息。哎呀，快快，扶好！慢点，慢点儿。小柔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下午明明还和你说过话呢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一路上只有你一个异姓外人，是你杀了小柔！荒唐！我奉命迎亲，是给宋国公府脸面，我何曾见过新娘？娘子，快走吧。先看看，送亲的人是你，你还有脸质问我？好好的心腹死在喜轿里，你是来送亲还是来送命的？我与宋柔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可能会害她？一定是你岳家不满这门亲事，才会杀我妹子泄愤！我有何不满？说我不满，又怎会出城亲自迎亲？行了，白风，命黑甲卫与安阳侯府侍卫即刻守住此处，不许任何人擅动。是。小柔还没有嫁进安阳侯府，身后事理应由我们宋国公府做主。我要带她回京城。来人啊！魏府尉，宋娘子是安阳侯府世子妃，圣上指婚之日便身份已定，安阳侯府自会为她讨回公道。所有宋家之人一并留下，未经查明者，不许任何人擅离安阳侯府。你敢！这世上还没有我焉止不干之事。带走！心腹在宋家途中死亡，宋家之人嫌疑最大。这朔西军少帅果然有些头脑。娘子，快走吧，一会儿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。这兴许就是我破局的机会。小柔，是我没用，是我保护不了你，连带你回家都不能，早知会遭此横祸，就不该强送你来呀。佳儿，先去看看你祖母，他老人家必定很担心你。父亲，我当真未曾做。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在尚未洗脱嫌疑之前，为保我安阳侯府名声，委屈你在家休息几日。我要出门。父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客人们想走又不敢走，都在乱打听呢。你们安排车轿，送所有宾客从西门离开。据说今日突发变故，我安阳侯府改日必登门致歉。是。霍知府，心腹乃圣上钦点的世子妃，如此暴亡，着实令人心痛。此事事关两家公侯，劳烦霍知府费心，尽快查出真凶。侯爷放心，下官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那个，请魏府尉收敛心绪，稍后还要配合官府调查。知府大人，这是把我当作嫌犯了。没，我奉宋国公之命为小柔千里送嫁，她一路平安康健，为何到了荆州地界却丢了性命？分明是那岳家有心加害，知府大人
人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？魏福为误会了，下官定当秉公办理，查个水落石出。知府大人，速速盘查送嫁之人，一个不能漏掉。是。请魏福为先行回府歇息吧。所有送嫁之人，起来，跟我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殿下，霍知府来的正好，喜教与尸身不宜在此地久留，还请尽快安排勘验。殿下，下官已安排好勘验之事，眼下盘查疑犯是当务之急，劳烦殿下在此看护一二。这知府大人为何不先勘察喜教和尸身？若是损坏了证据，他也难逃其责呀。真是个蠢人。娘子，这事你真别管了。要是大长公主知道你一个女子还行仵作之事，厌弃你怎么办呀？可就没有人替我们撑腰了。不会的，若是我们破了此案，对我和安阳侯府都有好处，你不用担心。主子，大风，令黑甲卫分班巡查，凡在喜教与围墙周围滞留、打探、偷窥者，一律驱散，但不得伤人。是，把这里给我围起来。是。黑甲卫听令，背对喜教。是。奇怪，若新娘在轿内被砍头，鲜血飞溅而出，血溅痕迹因喷射达至棚顶，但这些轿顶和四周不围窗棂上的血迹，血滴尾尖，且常似甩痕。嫁衣衣领上的血迹也不对，若被砍杀，为何血量残留如此之少？只晕染领口。是了，喜教绝非凶杀现场，只怕被人伪造过。你们几个先把尸身送去义庄，然后把轿子抬去府衙。不可！秦九娘子，你怎会在此？几位大哥，眼下这尸身和喜教都动不得。须得等勘验之后方可挪动。官府办案，你一介女流，休得聒噪，速速离开。若是未经勘验就挪动喜教和尸身，物证难免遭到损毁，不知几位大哥可愿承担罪责？秦九娘子，你身为闺阁女子，难道就不懂得何为恭敬矜持吗？当众对官差指手画脚，就不怕被人耻笑家教？想不到霍公子竟如此熟知规训，难怪跟着知府大人习学这么久，却仍不懂勘验之重。原来知府大人是因材施教，把公子当闺女养大的。谁在笑？谁在笑？不能笑，我没笑。都闭嘴！秦九，我知道，你至今对我们家退婚之事耿耿于怀，但你越是这般纠缠于我就越发不会回头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听到霍公子这么说，那我可就放心了。幸亏公子不肯回头，否则我还真无颜面对先言呢。走，你
你，竟然走了。是在他到底发现了什么？愣是干什么呢？啊，牛车呢？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运走，快点！吴少帅军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哎，我无妨。霍公子，在下霍宁，拜见殿下。霍公子就是霍大人委派的勘验之人。家言只是命在下把这个轿子和尸身抬回府衙和义庄，另有属官和仵作行勘验之事。你们地方州县勘验一贯如此？在下所见皆是如此。但若是口供与勘验对不上怎么办？哎呀，那当然是以口供为主了。这勘验哪有十足保准的？黑甲卫会护送你们前往府衙和义庄，沿途务必谨慎，不许丢失和遗漏任何物件。结案前，你们都在那里。是。走。祖母怎么睡得这样沉？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施酒后沉睡有助气机恢复，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你不是说祖母只要过了7日之危，病势就没有那么凶险了吗？大长公主风邪入肝，又因昨日命案，惊恐忧思，导致气血扰乱，风邪入身。祖母几乎一夜未睡，一会儿她心疼宋柔死得惨，一会儿又担心宋国公攀咬闹事，害得兄长丢了性命，再牵连上安阳侯府的名声，不到天亮就撑不住了。心为情志之主，若大长公主的心结不除，长此以往，恐药石难医。可是霍知府刚刚才接手命案啊，再快也要月余才至分晓，祖母这身体怎么撑得住啊？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郡主容禀，除了医术，我也精通仵作之术，愿助知府大人勘破此案，为大长公主早日解开心结。仵作之术，就是勘验死者尸身，以此确定死因、死亡时间等，以助擒拿真凶。郡主可是怕我行仵作之术沾染了晦气？不是啊，是你太厉害了。若说晦气，我们这些军功出身的人家，哪个当家人脚下不是尸山血海？我只是没想到，你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医仙，居然还会这个。在我心里，医术与仵作之术都是治病救人，一个是治肉身之病，一个是治人心之病。人心？我有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。那郡主可愿为我引荐？别说引荐了，龙潭虎穴我都陪你去。小婉儿，小婉儿，我喜欢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还不会好好走路？哪有？民女见过世子殿下。听闻九娘子善勘验之术，不知与九娘子自己的医术相比如何？民女从未和自己比过，不知孰高孰低。你既不知自己本事深浅，我又如何将关联重大的心腹案交托于你？依从医者之心，大长公主病在情志，我也想尽快让她老人家安心。二从我私心，比起小医仙，我更想当仵作。这次是我难得的入行契机。所以比起肉身之病，
你更愿医治人心之病。我就是觉得你说的那句话特别厉害，所以才和七哥说了。是，医者只能救肉身，而仵作之术却能除奸惩恶，警窥绝龙。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帮你，但需要你亮相之时，别给我丢脸了。哎呦，我七哥就这样，总不能好好说话。走，我不跟他计较。下官参见殿下，参见永宁郡主。霍知府不必多礼。啊，这位娘子好像昨日见过。这是秦府的九娘子秦婉。啊，民女见过霍大人。原来是秦府的九娘子。九娘子对心腹案颇有心得，希望能助府尊一臂之力。九娘子，既已见到知府大人，不如有话直说。元宁，大人可找到死者的头颅？尚未找到。那可勘察过喜轿？本官派人里里外外搜查了3遍，把喜轿拆成了木条，也没有找到头颅的踪迹。霍大人，可否准许民女看看仵作的验状？验状是官府公文，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。无妨，给他看看。是。这验状上为何没有检验尸身的记录？既未找到头颅，为何就确认死者就是心腹宋柔？啊，心腹不是宋柔还会是谁？也许是宋国公不想嫁女，送来的替嫁女；也许是凶手为了扰人耳目送来的无头女尸。眼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者就是宋国公府唯一的嫡女宋柔。宋家的魏父魏已确认了，那魏父魏又是如何确定？啊，这怎么会有差？在抓到行凶人之前，任何与死者有关的宋家人都有嫌疑，其供述皆不可信。为确认死者身份，请霍大人尽早检验尸身。常人尚不愿伤损尸身，何况死者身份尊贵，岂容仵作那等谏议亵渎？仵作虽属谏议，但勘验却是死生出入之全余，直往屈身之机阔。大人如此草率断案，就不怕狱情有偏，枉生冤案吗？你简直就是信口雌黄！殿下，下官为官多年，可从来没有判过冤案呢。霍知府多虑了，九娘子并非此意。民女确有此意，殿下不必为我遮掩。行狱之事，岂容闺阁女子妄言？九娘子，请自重啊！情侣先贤曾有云：欲情之事，多起于发端之差。沈一大人曾在大理寺校正洗冤录中引用诸多实录，验证了勘验之状。如今尚未确认死者身份，大人就要草草推断吗？沈一，那可是轻犯，早被判定满门抄斩。你把这种不忠不义之人设为典范，未免太过不智了吧？秦婉乃深宅女子，不懂朝廷风云变化，只知大理寺校正洗冤录乃沈一大人的心血之作，也曾作为刑部典籍推广至各州县主官学以致用。想必大人也曾拜读过吧？那又如何？民女世事不忍，见行凶人欺大人心善，而操弄法度。若大人不怪民女僭越，民女愿助大人查清死者死因，以安民心。你真的能行吗？九娘子有医仙之名，查明死因不是难事。霍知府若别无他法，又何不让他试试？义庄正好有一桩命案，可以让他去试一试。倘若他真的能行，我便让他去查心腹案。
徐仵作，林大兴被工头魏武活活打死，为何只检验了死者尸身，并未探明尸身脏腑是否受损？就此推断，死者是死于隐疾。徐和入行资历尚浅，至今未曾剖验过尸首。你不会剖验，怎么做都不做？您不是跟我说，像您一样，不用学吗？那魏武供述的打斗过程与仵作勘验的完全一致，没有致命外伤，就一定有隐疾啊！那没有必要剖验嘛。既然死者死于隐疾，那病灶在何处？我堂堂一个知府，怎么会知道？大人确实不必知道这些。我既提出要复查死因，自然会负责到底。如何复查？我要亲自剖验尸身。什么？弄这些是做什么用啊？服下香丸和苍术水，是为了去除尸臭，防中尸毒。点燃干松是为了避讳。服下一颗。护手不可有不妥。此物不隔水，剖验之时，多半会被湿水伤了手。剖验之时，禁止喧哗，出去。闲杂人等退后。徐和，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。是。记：死者林大兴，男，身长约5尺6寸，全身肿胀，长满尸斑。头发脱落，双目突出，唇口微张，唇齿间有黑褐色血块。七窍中有蛆虫，因死于暑月，大约5日左右。伤损处血印分明，左侧胸口有圆形青黑色血印，初检时未做记录。记：为何要用水冲那尸首啊？茯苓，茯苓，快来，快！小孩动刀了。华大人，仙九真的把尸首的肚子剖开了，肚子里什么样啊？好了好了，我不问了，你吐吧。七哥是不是成仙的？怎么刚好挡住啊？徐武
我做的吐成这样，小耳到底干什么了？哎，别看了。现在，心脏破裂，找到死因了。旭河，出去吐了。世子殿下在这多久了？一直在。完了，方才他一直在试探我吗？是不是已经怀疑我了？方才怎会随手就帮他擦了汗呢？他不会误会吧？世子殿下，我擅仵作之事，不便被别人知道，还请殿下为我保密。好。九娘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民女已经查明，死者林大兴就是被圆形钝物击中左侧胸部，心脏破裂而亡。世子殿下不必误会，已将验状写好。霍大人，如果现在派人去搜检魏武家，应可找到与胸口伤痕一致的凶器，只是那凶器因被棉布包裹，所以初检时没有明显的外伤痕迹，尸首败坏后方才显现出来。哦，我这就去找人搜检。且慢，今日若非九娘子鼎力相助，行凶人早已轻松脱逃。还请诸位莫将今日剖验之事外传，以免九娘子受无知识人毁谤。殿下说的是啊。多谢世子殿下。切莫小事，不必多礼。九娘子这次剖验为荆州除恶扬善，本官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呀。大人若想真心谢我，不如回去抄写10遍《大理寺校正许愿录》可好？民女只是一时玩笑，大人不必当真，日后引以为戒就好。好一个玩笑，好一个玩笑！本官以后再也不敢轻慢勘验之事了。七哥，小婉儿那么厉害，要不新副案请她来当仵作吧？不知霍府尊意下如何？哎呀，九娘子一武双绝，是下官的荣幸啊！我现在就派人去捉拿魏武，下官先行告退。燕某幸不辱命，今晚定不负厚望。那我呢？我能做点什么？啊？你想想我能做什么？没事，这个世上没有鬼怪神仙，不用怕。可是我明明看见了。你看到的不是鬼，是别有用心之人。表叔，我已命人探查了梅园周围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。不会真的是那宋柔喜欢明渊吧？此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九娘子的住处，还能避开我的护卫，定是对侯府极为熟悉。等，九娘子可有发现？行凶人虽已尽力遮掩痕迹，但殿下请看，这几株月季花丛，花瓣都已凋败，且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散落下来，可见是行凶人匆忙扶倒的。
那人定是越墙而过，曾在此处落脚换气，才会在鼎瓦青台上留下踏痕。你们看，那些花和小婉儿说的一模一样。可若不是鬼魂，那人为何会悬在空中，而且还没有头？只要那人学过轻身功夫，这倒也不难。用这花圃借力，跃在那石柱之上，再用嫁衣下摆遮住双脚，便可做到悬空而立的感觉。待你们二人受到惊吓之后，即可逃离。我来吧。果然如此，这就是假借鬼魂之名，为了扰乱人心、混淆视听的人为之举。明日你就要去义庄验尸，此人偏偏选在此时在梅园行事，恐怕是想把你吓跑。九娘子要验尸一事，府内只有我夫妻二人和宁儿兄妹知道。那是如何走漏风声的？我可跟谁都没说过。我可能跟魏延之漏了点消息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们比武的时候见他忧心，我没说验尸的事儿，我就说小婉儿会帮忙。当时宋家护卫长魏成也在旁边。你怎的如此鲁莽？魏府尉和护卫长那边，我自会派人去查。此事的关键是要先找出这嫁衣的来历，也许能顺藤摸瓜，找到装神弄鬼之人。这嫁衣与死者的嫁衣样式相仿，色泽鲜艳，面料全新，上面的折痕犹在。樟木香味尚未散去，应是刚刚从香笼中取出的新衣。右侧袖口处有一处污渍，尚不知是何物。娘子，那块污渍应该是松烟墨。松烟墨？为何？我学女工时曾经专门认过面料，这嫁衣应该是香红纱，号称百污不沾，唯有松烟墨才能染上痕迹。福陵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此人应是身负武功，身高约6尺左右，会用左手的男子。愿闻其详。此人若是要假扮无头鬼魂，应是把嫁衣举至与头顶平齐的位置，若太高，则会显得肩背虚空。以福陵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，窗台比花布丛要高1尺左右。这嫁衣身长约4尺7寸，按照殿下刚刚演示的，站于花圃围桩之上，举起嫁衣。这名男子身高至少要高于5尺7寸，才有可能将嫁衣底摆高出窗台，让我和福陵从窗内看到的是嫁衣虚空而至的效果。行凶人只需提前穿好夜行衣，便可以将露出嫁衣底摆的双腿藏于夜色之中。正是。况且寻常男子身高超过6尺的也不常见，行止必定引人注意，所以我推断此人身高应高于5尺7寸，但不足6尺。那如何得知是左撇子呢？这就要多亏福陵认出这是萧红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常人写字，应是右手执笔，左手拢袖，落笔左线。可惯用左手者，则为左手执笔，右手拢袖。依然是落笔左行。右手袖口才会沾上墨渍。这袖口处的污渍与那嫁衣上的位置相同。九娘子真乃神人也。
小心。这嫁衣价值不菲，路途遥远，不可能在中途买到。宋国公府一定还有备用的嫁衣，不妨去让那陪嫁嬷嬷辨认，看这件是否就是那备用的嫁衣。你是怀疑是宋家人中有鬼？若真与他们有关的话，那梅园就不安全了。小婉儿，你今晚搬去和我一起住。茯苓，收拾东西，走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叫人封锁东院，不能叫宋国公府的人离开。让叔且慢，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，先不要与宋国公撕破脸，还是先请霍怀信出面较为妥当。也好，我这就去请霍知府。你们分2组，在东西耳室单独问询，问询后将他们送回归处，途中禁止交谈。是。快去！是。殿下，我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安阳好，世子殿下，霍大人，深夜来此，可是小柔的案子有了眉目。魏副尉，稍安勿躁。有样东西，请您辨识一下。来人啊！这是小柔的嫁衣。霍大人，未得宋国公府首肯，为何煽动小柔仪容？魏副尉，你怎能一眼就认出这是宋娘子的嫁衣？我与小柔同行千里，朝夕相对，对这嫁衣样式再熟悉不过了。更何况，这样式乃是国公夫人亲自挑选的流战白子，由京城锦绣坊用金线绣制并嵌以碎宝，全大洲仅此2件，我又怎么会认错？果然有2件，魏副尉，那另一件在何处？自然是由裴家的嬷嬷收着。怎么了？嫁衣去哪儿了？在十里铺时，老奴还清点过，明明见到嫁衣好好在香笼里的呀。入库时你为何不曾查看？你怎么办的差事？负责保管庄帘的有几个人？夫人指命老奴一人为大娘子保管贵重衣饰，所以只有老奴有这香笼的钥匙。可是老奴的钥匙从来不离身，实在不知这嫁衣怎会不见呢？还有谁能进这间库房？还有我，但我从出事那日起，便从未踏入过库房。陪嫁之事，也都交由下人和护卫自行其事。我虽有送嫁之责，但任由自己沉溺哀痛，嫁衣丢失也未曾察觉，实在难辞其咎。霍知府，在，把这嬷嬷给押下去。来人！是。饶命啊！老奴冤枉啊！饶命啊！魏副尉，你之前日日替宋娘子守灵，如今头期未过，怎么就不去了？连续的守夜让我有些体力不支，今日在和魏成拆招的时候昏倒了，他便不许我再去了。听着我淋了1晚上的帖子。的确如此，在下可为魏副尉作证。还请魏副尉与护卫长将你们的双手伸出，给我一看。魏副尉，请掌心向上。魏护卫长的左手为何也有茧？军中惯以长枪操练，长枪需双手握持方才可以。世子殿下，这是何意？得罪了。护卫长所言不差，他的确不惯用左手。魏副尉平日可也喜欢书法，在下心情不好时，便会临帖，这是自幼替嫡兄授法养成的习惯。魏副尉，既身体不适，就早些回去休息吧。
那加一之事，放心，严某自会将调查结果告知霍大人。多谢世子殿下。魏护卫长虽然有嫌疑，可我始终觉得魏延之似乎也有不妥。他们两人的身高和武功都符合现场的特征，也都有作案的时间和条件。殿下，习武之人修习兵器时，通常都是会用惯用的那只手吗？自然会偏爱用惯用之手，不过，除非行凶人与我一样，双手都很灵活。那如此说来，殿下也有嫌疑。可我身高高于6尺。殿下已来荆州多日，这侯府中人对殿下的身高早已见怪不怪，自然可以来去自如。我若越墙而入，又怎会留下痕迹？九娘子可还怀疑我？行狱之事虽看重线索，但也重情友。殿下是指挥千军万马之人，自然不屑于装神弄鬼。殿下不用担心，这些小把戏还吓不到我。明日我定要剖尸检验。不过宋国公府对剖尸检验一向很是抵触，霍怀信又一贯练权为上，若是明日剖尸检验遇到阻拦，不必担忧，我自有对策。多谢殿下。他为何这般看我？我可是说错了什么？七哥，小婉儿，你们俩傻站着干嘛呢？那个九娘子就交给你了，别胡闹，早些回去休息，告辞了。七哥这个平时对女子不假辞色的人，今日居然屈尊亲自送你回来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世子殿下虽作风狠辣，却行事有矩，实是心思细腻之人。细腻有矩，咱们认识的还是同一个延期吗？主在，京城急信。怪不得宋国公府日益没落，案情未明就去找圣上哭诉，还真以为圣上指婚是只看中他宋国公府一家。派人继续盯着。是。对了，英祖在沈毅携家出逃的渡口河底发现2具尸骨，身负巨石，看仪式应该就是沈毅夫妻。可查明死因？尸身只剩白骨，无法推断是溺毙河中还是死后沉尸。那他们的独女沈婉呢？未见沈婉尸身，至今还是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，还真是好巧。巧？哦，难不成主子是怀疑沈婉暗通杀手出卖父母，然后一个人逃跑了？派峰，我至今还没发现你竟然如此聪明。我就是想开个玩笑，逗主子开心开心。不许调侃王者。杀手连沈毅夫妻的尸身都没放过，又怎会留下一个弱女子的活口？属下知错。将他们的尸身好生安葬，再将沈婉的画影送过来，要快。那还继续查沈婉的行踪吗？查。还有何事？还有一事，属下不知该不该禀报。说。今日霍夫人携重礼拜访秦老夫人，似有意重提霍公子和九娘子的婚约。怪不得今日霍宁那样看秦九。霍怀信倒是善钻营，不过这霍公子，他不配。听说昨夜霍大人连侯府的府兵都审了，整整审了1夜呢。没有世子殿下和安阳侯府的准许，霍怀信是万万不敢如此大刀阔斧的。希望早点找到那个人吧，我现在想起来还后背发凉呢。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真没规矩！
我的人有没有规矩，还不劳霍公子费心。清九娘子，如此对我，可还是记恨当日解除婚约之事啊？请问霍公子是有盖世之才，还是德厚流光啊？凭什么认为那婚约值得我放在心上？今日你我不妨明言，那日霍夫人向我祖母再提婚约，我已回绝了。写婉在此，特意感谢霍公子当日不娶之恩。别！霍公子，叶某正欲接九娘子为大长公主复诊，不想再次巧遇，不知九娘子是否方便？很是方便，还请劳烦世子殿下相送。请。霍公子劳累了一夜，也早些回去休息。是，不辛苦。经过昨夜审问，宋国公府与侯府的府兵皆没有左撇子，且可以互证清白。昨夜也有侯府的下人，可以证实窗前一直有魏延之练字的身影。我也着重搜查过他的书房，桌上有未干的笔墨，还有淋了一半的字帖。不能再在此事上纠缠了，万一是行凶人故布疑阵，拖延时间，只怕尸身败坏严重，会损失很多线索。你为大长公主复诊结束，咱们就出发去义庄验尸。父亲，许河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先进去避避雨吧。我在等候高人。多谢世子殿下。殿下，怎么会是他？绝不可能！父亲，您所说的高人就是秦九，他跟那宅女子怎么能懂得验尸？父亲别被他骗了。犬子不懂事，世子殿下，九娘子莫怪，莫怪。霍公子，秦九娘子是否真的懂验尸，自有我做担保。无妨，民女稍事准备，大人请自便。福临，箱子，你在这儿等我。走。父亲，我不信。秦九一个小小的孤女，从哪儿学的验尸？你闭嘴吧！你信不信有什么用？那是我亲眼所见，否则我怎么会让你娘去提亲啊？我不管她会什么，反正就算她跪下来求我，我也绝不会娶她。哎呦，她要是真把安阳侯府的案子给破了，到时你想娶都娶不上。快些过回去吧。我偏不回去，我今天非要看看这个秦九到底是何等高人。九娘子，器具也按照您的要求备好了。辛苦了。哎呀，我用不着。厅内禁止喧哗，若有不适者，现在就出去。
开始记录。是，我来。记：死者，女，身长约5尺2寸，因头部缺失，暂无法确认死者身份。徐武作，你在此前可曾整理过死者衣物？宋国公府明令禁止破坏死者衣容，所以未曾动过。记：死者家衣周整，除领口有浅淡血迹，其他暂无血迹。颈部有蛆虫，伤口皮肉呈蜂窝状，创口平整，脊骨端口利落。带他出去。记：死者全身出现尸斑，下腹处有明显鼓胀，小腹、私处及腿面臀后侧有暗青色皮肉变动，未见其他伤处，应于属约死亡，距今有6、7日左右。颈部断裂处颜色极深，皮肉极度收缩，血液深度渗透到了死者的脊椎和颈部的气管中，证明死者是被人活生生割下头颅，一刀毙命。死者若是活着被斩断头颅，血液定会喷溅而出，可方才嫁衣领口上血迹极浅且不多，说明死者是在死后被人穿上嫁衣的。世子殿下好推断。你的意思是，死者是死后被穿上嫁衣，放入喜轿中？正是，喜轿中的血液有些异样，是为了乱人视线。死者的遇害之处另有所在，能在哪儿呢？镊子，哎，这是白齿蚁，靠腐木为生，常盘踞在榕树林四周。青州附近可有榕树林？我来青州时，最后一站休憩地十里庙附近就有榕树林。榕树林你怎么又来了？让我去，听不到，跟着他去。须贺，洗尸，把葱白拍碎，涂抹于死者全身，用纸沾上醋，盖住全身焖一会儿。好，我去准备。这又是为何呀？宋国公府既不让剖尸，我只能把体表勘验做得再周全些，看看是否还有其他暗伤。
死者所用的扣丹是京城的丹华扣，此物甚为贵重，多为京城勋贵家女子喜爱。前九娘子可曾去过京城？为何如此了解京城风物呢？民女从未去过京城，只是我大伯家的年节礼曾给姐妹们送过丹华扣。死者的右手柔嫩白腻，左手中指的第二关节和大拇指关节处都有厚厚的茧。宋娘子是否善琴？我早已派人查过，据宋国公府的下人说，宋娘子的确善琴，在陪嫁当中也有一把名品古琴，可有不妥？只有积年累月的练琴，才会有这种茧子。这具无头女尸，很有可能就是宋柔。我真希望她不是宋柔啊！这黑点是什么？赤痕。宋娘子出嫁之前，可能与人有了私情，